当这3架直升机从东丽贸易的厂区升空之时，在宁海特勤组的驻地，也有5架直升机飞向宁海的海岸线。8架满载特勤组战士的直赴20，在黄海的上空完成了编队。所有直升机都挂在了副油箱，飞行半径500公里。江晚星说道。足够了。苏无忌看了看旁边的临江特勤组战士，咧嘴一笑。哥们，你怀里的大家伙待会儿借我用一用。这个战士正在往弹匣里压子弹，那子弹的长度足有10公分。他说道，这玩意的后坐力可不小，每射一次枪就撞得脸生疼，你没用过说不定会受伤，总之不能随便借给你。临江特勤组上次虽然突进西洋镇抓捕了分界，但大部分战士们并不知道这个年轻的有些过分的青年就是上次抓捕行动的总指挥。江晚星正看着舷窗外面，头也不回地说道，借给他。那战士愣了一下，随后坚决执行。是江组长。苏无忌笑着说道，国产的溃不10狙击步枪，一枪下去东一块西一块的，我喜欢这种暴力的大家伙。那战士的眼睛一亮，兄弟识货啊，你是哪个部门的？苏无忌哈哈一笑，不谢有敏啊。那战士点点头，原来是保密级别太高，没法对我们说，理解理解。苏无忌。江晚星轻轻扶额，有点为手下的智商捉急。这时候苏无忌的手机收到了一张图片，他把图片放大，对特勤组战士们说道，我说2句关于今天的任务。看到苏无忌主动开口，江晚星把目光从舷窗外收回来，坐直了身体，第一时间开启了全频道通讯。这样其他7架直升机的特勤组战士都能同步接收到。江晚星适应平时那个油嘴滑舌的苏无忌，也适应现在这个无比专业的苏无忌。如果他现在能把脸上的口红印擦掉，就更让人喜欢了。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突袭这艘客轮，原是冰川丸号，敌人数量大概70-80人，比我们略多几个，但火力配备基本上只有20几把手枪和10来支 AK-47。苏无忌继续说道，这艘原是冰川丸号有好几重角色，平时是一艘公海赌船，也进行人口偷渡走私，同时还是东洋武士家族小山家族的武士训练场。在之前和东丽公司的战斗中，我们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忍者和武士出身，说明有忍者流派和武士家族深入参与人口贩卖。所以我们登船进站的时候，一定要当心那些忍者的非常规招数。江晚星本来从感情上就挺支持营越组织，对买卖人口也是深恶痛绝。他说道，这条犯罪路线一定要打掉。他没有问苏无忌为什么会在极短的时间里知道这么多情报，只是开口表达了坚定的支持。临江特勤组的副组长张元通说道，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发挥直升机的机动优势，采用远程火力压制。苏无忌说道，不是不可以，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船上是否有人质。如果有人质被挟持，那么就没法直接毁掉这艘船了。这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又收到了一条信息，他低头看了看，语气加重了一些，时间不等人，我们没有时间探明船上的具体情况了。这艘原是冰川丸号应该已经得知了宁海这边的变故，正开足马力逃向新田港。江晚星杀气腾腾地说道，干掉这艘船，全力阻止他返回东洋。1个小时之后，原是冰川丸号已经出现在了特勤组望远镜的视线里。这从外表看起来就是一艘普普通通的3层客轮，经常往返于东洋新田港和华夏宁海港之间。但大部分的时间里，这艘船都停在公海之上，
进行着某些不可言说的勾当。在现代社会，东洋的很多武士家族已经式微了，他们在经济上无法跟上现代化的脚步，只能通过一些灰产渠道来赚取足够的发展资金。而这艘原是冰川丸上面的每一项灰色业务，都代表着巨额利润。苏无忌说道：“把舱门打开。”江晚星：“起码还有2公里，你要潜游过去。”苏无忌则是从先前那名战士的怀里面抱起了那把国产大狙，先发挥一下远程火力优势。江晚星直接示意飞行员打开舱门，同时对刚刚那名战士说道：“小李，你来担任观察手。”“不用，我自己来就行。”苏无忌伏在机舱地板上，架好了狙击枪，整个冰川丸的侧面尽收眼底。他的手放在扳机上，说了一句：“如果我这一枪引起什么国际纠纷的话，让绝密作训处负责解释。”啊！江晚星没好气地说道：“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些人就该全部扔海里喂鱼。”他的话音未落，苏无忌的扳机便已经压下去了。砰然一声枪响，举着望远镜的战士小李惊呼道：“距离1500米命中！”这可是在高速飞行的直升机上，隔着那么远，不需要观察手，一枪就打中目标。在原式冰川丸号的顶层甲板上，有10几个身穿武士服的男人正排成一排站着，为首的一人正给他们训话。苏无忌这一枪就是瞄着那为首者10公分长的子弹，直接打碎了这家伙的半边身子，他的胳膊当场就飞出去了，胸腔烂了大半，内脏流了一地。甲板上的其他东洋武士立刻抱头鼠窜。漂亮！苏无忌这一枪下去，顿时在机舱里引起了一片赞叹。之前那个小李让出狙击枪，心中多少还有点不太服气，可现在苏无忌这一枪把他打得心服口服。小李由衷地说道：“不愧是江组长从绝密部门请来的外援啊，就是厉害啊！”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单位是什么保密级别了。江晚星听了没说什么，但觉得面子上颇有光彩。苏无忌没回应，第2次扣下了扳机。第2发子弹跨越1400米，直接打爆了一名东洋武士的脑袋。这个东洋武士正在奔逃着寻找隐蔽物，结果头颅突然开了花，无头尸身砰然倒地。小李激动地大喊：“这你枪神了！”与此同时，江晚星的声音在全频道响起：“组成合围阵型，推进到600米距离，各组狙击手自由射击。”顿了顿，他沉声补充了一句：“都是人贩子，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宁杀错，不放过。这句话显然不该从江晚星这种官方身份的人口中说出来，但他明白，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这些跨境人口贩卖业务不绝，那么还会有更多的华夏孩子和女人遭受厄运。这种时候就要唯结果论。苏无忌听到了江晚星的命令，忍不住来了一句：“我真是爱死你这个性格了。”江晚星抿了抿嘴，趴到了苏无忌耳边说道：“喂，都说了让你撩妹的时候分分场合了，下次能不能小点声？”这模样和刚刚宁可杀错的江少校似乎都不是同一个人。能够进入特勤组担任狙击手的，都是以前各个特种部队里的狙击王牌，一旦开始自由射击，那真是全面开花。一时间，原是冰川丸上已经是血光四溅。这艘船上的热武器确实只是配备了手枪和 AK-47，有几人在举枪还击，
可隔着好几百米，他们的子弹根本打不着，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而特勤组的狙击手们则是从从容容的射击，把这些胆敢露头还击的东洋武士全部送走。江晚星的战略并不需要特别复杂，他们只要再用远程火力攻击，尽可能的消耗敌方精锐之后，再进行降落突击便可以了。这艘轮船已经在全速航行了，可在机动性极强的直升机衬托下，仍旧慢得像是龟爬一般。等这架直升机降低高度，苏无忌又开了一枪。这一枪下去，子弹直接钻进了客轮的驾驶舱里，舵手当即被打烂了胸口。而这冲击力极大的狙击枪子弹居然来了一个二连穿，把旁边一名矮个子东洋人的脖子给生生打断了。这家伙留着小辫子，圆睁着眼睛的脑袋咕噜咕噜滚出了舱门。孩子，我的孩子！驾驶室里一个50多岁的男人立刻扑了上去，抱着儿子的无头尸身痛嚎不已。少主少主！其他武士也围了过来。原来苏无忌这一枪直接狙死了小山家族的少家主小山古皇。这艘船的所有业务一直由少家主小山古皇亲自负责，而明面上的走私和人口买卖则是由他的族兄小山良介负责。但活该小山家族倒霉的是，这一次航程之前，他们的老家主小山东郎决定亲自上船检查自家生意。一老一少两个家主都在船上。此时小山东郎的双眼已经变得血红血红，神情状若世人。他的儿子小山古皇武道天赋极高，这些年来小山东郎也是花了大力气培养，本以为家族可以在小山古皇的手里发扬光大，可是这一发狙击枪子弹无疑葬送了小山东郎的毕生心血。一名武士满脸惊慌地说道：家主大人，这是华夏军方的直升机，据宁海传来的新消息，小山良介确定已经被俘虏，所有生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这时候又有几发子弹射进了驾驶室，带走了3名武士的性命。舱内满地皆是鲜血，人人自危。小山东郎咬牙切齿地喊道：把这艘船上的所有商品都带出来，让这些华夏人好好看一看，他们要是敢再开一枪，就给我打死一个商品。而这时候江晚星的通讯器响了起来。处长的电话。江晚星问道：陶有什么指示？袁氏冰川丸号在半小时前就已经向东洋海上防卫队求援了，涉外部门的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你们速战速决，别耽误太久。江晚星说道。好，我会尽快。处长继续说道。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一支以东向号直升机驱逐舰为核心的东洋水面作战群，距离你们只有不到100海里。小山一郎口中的商品自然就是被拐卖而来的女人了。他的命令一下达，那些东洋武士便押着7个穿着贴身衣物的年轻姑娘走上了甲板。这些姑娘也是前几天才被送上船，还没来得及转卖出去。这其中有2个东洋籍，2个南韩籍，剩下3个是在东洋留学的华夏姑娘。在这些姑娘的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伤痕，显然过去的几天经历就是她们毕生的噩梦。当船上的7个人质出现之后，华夏方面的狙击枪声立刻停了下来。那些东洋武士要么用刀锋抵住他们的脖子，要么用枪口顶着他们的脑袋，而武士们的身体大部分都缩在人质们身后的狙击死角里。
小山东郎用广播吼道：华夏人，你们要是再进攻，这些人我就全杀了，你们每开一枪，我就弄死一个人质。江晚星见状攥了攥拳头，说道：这些家伙死100次都不多，各小组停止射击，准备登船。在刚刚的那一轮自由狙击中，大概干掉了20几个小山家族成员。如果小山良介在被审问的时候没说谎，那么现在特勤组战士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船上的武士。虽然看起来胜利在望，但唯一的问题在于，希望那艘东向号直升机驱逐舰不要太早把空中力量派过来。随着江晚星的命令，其余的7架直升机开始迅速向客轮掠进。而江晚星看了一眼苏无忌，后者已经背了一把19式突击步枪，腰间插了4把军刀，氧气面罩已经戴上，水下推进器也握在了手里。你们来牵制住他们。苏无忌说道：我先上船探明情况。孤身入敌营。他此刻表现出的主动和勇气，又让江晚星想起了那个花了极大精力去追踪分解的热血青年。对于苏无忌的要求，江晚星全力配合。随后，这架直升机开始迅速降低高度，直至距离海面只有2-3米的距离。当一波海浪贴着直升机的舱底涌过之后，苏无忌身形一翻，随后便不见了踪影。看到苏无忌的身影消失在海浪之中，临江特勤组副组长张元通一边往身上套推进器，一边忍不住问道：晚星，你从哪个部门请来的这尊大神真是够猛的，直接一个人就这么冲过去了，是不是某个特种部队的超级王牌？这不能说，得保密。江晚星没回答老张的问题，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他给自己戴上了氧气面罩，备上了突击步枪和登船装备。老张，这现场交给你指挥，在不放跑任何一个犯罪分子的同时，尽量解救所有人质。在刚刚这句话里，江晚星把解救人质放在了后面的位置。毕竟从这群野兽一样的武士手底下把7个人质同时营救出来，难度真的太大了。张元通见状愣了愣：晚星，要不还是我去吧，你坐镇指挥。船上的情况错综复杂，小山家族的武士又很擅长冷兵器近战，登船的危险性极大。他是知道江晚星的家庭出身的，这种家世优越的姑娘本可以当个文职，即便安安稳稳到退休，也能提拔到相当不错的级别。可这姑娘还是亲自冲向一线，确实让人佩服。江晚星望着几百米外的客轮，海浪之中已然找不到苏无忌的身影。我去吧，我和他配合默契度更高一些。说完这句话，他不给张元通任何反驳的机会，直接跳下了海，身形像是一条旗鱼，朝着冰川丸号迅速靠近。张元通猜不透江晚星和苏无忌到底是什么关系，总觉得前者对后者的关心超过了普通战友。收起心神，老张立刻接过了指挥任务，对通讯器说道：各组注意，登船队员入海，等我命令一到立刻登船。2分钟后，苏无忌已经出现在了船尾下方的海浪里。船尾有4人值守，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张元通的声音通过通讯器传进了苏无忌的耳中。随后，一架直升机掠到了船尾100米处，舱门的12.7毫米机枪已经瞄准，做出了强攻姿态。那4名武士立刻被吸引了注意力，齐齐举起了手里的 AK。 但是现在华夏这边无法开枪，只要枪声传到船头，那么就会导致1名人质被射杀。就在这时候，苏无忌的手一按，
从他后背的登船装备包里边高高弹起了一个黑色抓钩，精准地落在了第一层的栏杆处。这抓钩外表做了皮质软包，碰撞栏杆的瞬间也是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来。随后苏无忌一按胸前背带上的按钮，抓钩绳索迅速收缩，拉着他腾空而起，直接飞出了海浪。当苏无忌高高越过栏杆，双脚还没落地的时候，双手便是一甩，2把军刀直接甩出，飞过10来米的距离，精准地插进了2名武士的后颈。当苏无忌的双脚落地，那2名武士也砰然栽倒在地，这几乎是同时发生。而当另外2名武士看到摔倒在地的同伴，还感觉到一脸懵逼，他们下意识地转头看过来，苏无忌的身形却已经迅猛地扑到了他们的身前。3人同时扑倒在地，却只有苏无忌的身形瞬间弹地而起，而那2人的脑袋全部耷拉向一旁，脖颈全部断了。太漂亮了！一直观察现场的张元通忍不住的叫好。苏无忌对直升机方向竖了个大拇指，随后弯腰低头，迅速掠过后甲板，冲进了船舱。这时候江晚星也抵达了船下，抓钩高高弹起，第2个登船。苏无忌进入了1楼船舱，而江晚星也是艺高人胆大，在通讯器里说了一句：我去2楼清理敌人。话音落下，江晚星抓住栏杆，一个漂亮的翻身，直接跃上2楼。江晚星的突击步枪加装了消音器，虽然还有声音，但已经可以被海浪掩盖了。他一进入走廊便迅速点射，4个武士连手枪都还没来得及抬起来呢，便被直接干掉。苏无忌在1楼并没有开枪，不过偶尔会有打斗之声透过仓房地板传进江晚星的耳朵里。江晚星也开始逐渐清理仓房，但几乎所有的船舱都是空着的，也没有发现其他的人质，还剩40几个东洋人，大部分都集中在第1层的船头甲板上面。张元通让直升机把距离推到100米，给小山东郎一行人形成最大化的压迫力，同时下达命令：清理小组从船尾集体登船，作战时间紧张，尽量保证人质安全。 20几个身影已经在海浪之中等待，听到命令，抓钩全部弹出。看着100米之外悬空的直升机，小山东郎的心已经紧绷到了极点。如果这时候对方的舱门机枪开火，他们必然要被瞬间打成筛子。他对手下吼道：通知所有警戒武士，防止华夏人从船尾登船，多坚持一下，海上防卫队的直升机就要来到。然而手下拿着对讲机通知了下去，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这船上的都是一介武夫，对于海上舰船如何防御一窍不通。如果没有人质在手，他们现在必然已经被团灭了。该死，华夏人肯定已经从船尾登船了。小山东郎吼道：给我杀掉一个华夏人质，把他的尸体扔到海里去。一个东洋武士的刀就横在一名华夏姑娘的喉咙前，听到命令，刀锋立刻就割向女孩的喉管。这华夏女孩的眼睛里满是绝望。砰！枪声陡然间响起，这个东洋武士的刀再也割不下去了，因为一发子弹已经从3楼甲板居高临下的射出来，直接钻进了他的后脑勺。苏无忌的身形已经出现了3楼的栏杆处，他把1楼船舱清理完毕之后，直接上了3楼，赶得正巧救下了人质。砰砰砰！在这些武士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苏无忌又连续射了好几枪。剩下6个控制人质的武士全部被从后上方打爆了脑袋。毕竟从3楼到1楼甲板，满打满算双方也就不到20米的距离，枪枪命中。到底不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这些武士们受到了突然袭击，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手里还有枪，也忘记了要继续控制人质，反而第一时间就寻找掩体进行躲避。而他们的掩体只能是船舱，只要抵达1楼甲板的船舱墙壁之下，就是3楼的射击死角了。然而3楼的死角对于2楼甲板来说就是最好的射击角度。一个身影已经从2楼船舱冲出来，枪口朝下，又把几名武士爆了头，正是江晚星。他和苏无忌这一波联手射击，已经收割了11个小山家族武士的性命了。这就是精锐战士能够左右战局的实力。那几个人质的反应能力倒也不错，他们趁着现在那些武士们自身难保，没人控制，纷纷跑到1楼甲板栏杆边缘。强攻！江晚星喊道。这命令一下，20几个登船的队员已经开始迅速开始了清理工作。以他们的专业度，那些武者们根本还来不及近身肉搏，便已经被突击步枪的子弹带走性命。然而就在江晚星还想继续射击的时候，一道雪亮的寒芒忽然自下方升起，朝着他的眼前劈来。吭！江晚星用突击步枪挡了一下，但是对方那一刀所蕴含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让他的枪差点脱手飞出。华夏人，我砍死你！小山东狼怒吼着，身形扑上了2楼甲板。江晚星已经处于了爆裂刀光的笼罩之下。小山东狼举着武士刀一通狂劈，刀刀皆是无比凌厉，这攻击速度太快了，让江晚星险象环生。在用突击步枪连续挡下好几刀之后，江晚星一个就地翻滚，而小山东狼的长刀直接劈碎了他身边的甲板，险之又险。江晚星趁机丢掉了步枪，拔出了腰间的战术折刀，身形在地上猛然旋转，直接在小山东狼的小腿上划出了一道血口子。他这危机之下的临场反应堪称无懈可击。小山东狼的冷兵器实力显然是在江晚星之上的，只不过儿子死了，让他大怒之下的打斗没了章法，便挨了江晚星一刀。而这一刀显然更加激怒了他，长刀劈砍的势头更猛，甚至其中的招式还带上了强烈的阴毒意味。如果不是江晚星躲避的动作比较及时，小山东狼的刀早就已经伤了他好几次了。这短短半分钟的狂劈滥砍，明显让江晚星处于了下风。他的肩膀结结实实挨了小山东狼一脚，被踹得翻滚出去。而小山东狼也是抓住这个机会，长刀一挥，骤然斩向江晚星的咽喉。这一刀若是劈实了，江晚星怕是得立刻身首异处。然而江少校的反应也是极快，直接把战术折刀横在了脖颈前。在折刀刚刚到达防守位置的时候，对面的武士长刀便已经砍上来了。两把刀的刀锋相交，剧烈的金属摩擦声响起，火星四溅。小山东狼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刀锋受阻的那一刻，他的脚便猛然抬起，狠狠踢向了江晚星的后脑。面对这凌厉的攻击，江晚星去势用尽，已经来不及防守了，眼看着就要重伤。然而这一刻，小山东狼的身体忽然狠狠一顿，他的脑袋上砰然炸开了一朵血花。从江晚星的视角看去，
小山东郎的身体倒下，露出了一个青年的身影。苏无忌就站在他的后方3米处，手里端着突击步枪。江晚星摔在地上，看着单手举枪的青年，长长的出了口气。这身影映在江少校的眼里，直映心脏，让他的心里随之涌现出了强烈的安全感。此时有20几名突击队员的相助，再加上直升机上的远程狙击，场面已经彻底控制住了。战斗也到了扫尾的阶段，所幸7个人质都还活着。幸亏有你。江晚星说着伸出了手。苏无忌走过来，2只手紧紧相握，把江晚星从地上拉了起来。你太菜了。苏无忌咧嘴一笑，好好练练吧。这死直男也不知道关心一下刚刚从鬼门关里走出来的姑娘有没有受伤。还好江晚星也不是矫情的人，他很认同地说道，确实得练，还差得远。说完他又看了苏无忌一眼，我看你挺厉害的，以后你带我练呗。苏无忌咧嘴一笑，行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叫爸爸。江晚星当然没喊爸爸，没好气地打了苏无忌一下，从地上捡起了突击步枪，看着上面的几道刀痕，摇了摇头。这老家伙真厉害，在东洋武道界应该不是无名之辈，刚刚真是多亏了你。随后他按了一下胸前的记录仪，对着小山东郎的脸拍了几张照片，数据实时同步到了绝密作训处的后台。10几秒钟之后，来自作训处技侦科的技术人员便接入了通讯器。江组长，死者名为小山东郎，是小山家族的现任家主。年轻时凭借着刀法在东洋武道界闯出不小的名声，是振兴武士道的主要呼吁者。听了这个身份调查，江晚星的情绪有些振奋，重重的一挥拳头，好，打掉了管奈集团的头子。苏无忌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这个家伙死了，东洋武道界得小小地震一下。这冰川丸号的顶层有个停机坪，一架华夏直升机已经准备降落，最后一个任务要把人质安全地带回去。江少校有2个武士下跪投降，其余负隅顽抗的已经全部击毙。一名战士跑上来说道，我们搜索了所有舱室，确定没有漏网之鱼。好，带人质登机。江晚星说道。随后他看向苏无忌，眼光凝重了些许，用只有对方能听见的声音低声说道，我负责事后解释，真要脱军装也是我来，不能让这些战士们跟着我受处分。毕竟这次事件严重涉外，真要发酵起来，影响绝对不小，甚至有可能会引起外交方面的大规模纠纷。如果外界压力过大的话，说不定有些人还得挨处分，乃至脱军装。别看江晚星表面上行事雷厉风行，可是这女人的心还是很细的。如果只是远程追杀人贩子还好，但现在东洋的海上防卫队也介入了，事后的风波必然不小。苏无忌却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想这么多啊，以前咱们国家没那么强大，在很多事情上不得不忍气吞声，但现在以往那些让自己人受委屈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顿了顿，苏无忌抬手指了指某个岛国的方向，说道，尤其是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不过人质们还没来得及登上直升机，远空就已经有好几个黑点出现，随后迅速接近。6架直升机，其中4架是米氏乔克托直升机，另外2架是东洋国内武器制造商东陵军工集团自研的武装直升机，而华夏这边的8架直负20。
在面对武装直升机的时候，明显是要吃大亏的。江晚星跺了跺脚，不爽地说道：来得太仓促了，早知道有东洋的水面战斗群在附近，我也得带上10架武直。苏无忌笑道：他们不敢开枪的真敢动手，反而给了我们理由。江晚星抬眼问道：什么理由？苏无忌哈哈一笑：出兵上岛的理由呗。江晚星眼睛里的金光一闪而逝，随后丝丝缕缕的战意开始流露出来。他笑着说道：你的想法很危险，但很对我胃口。经过苏无忌这么一打趣，江晚星的紧绷心情也随之消散了不少。如果东洋这6架直升机不来的话，他完全可以从从容容地带着华夏的8架直赴20返回，事后补上一篇报告就行。但现在既然对上了，那么以江少校的脾气，还真就不急着走了。闹大了又怎样？谁怕谁呀？不管事后到底有没有处分，老娘先把你们干趴下再说。东洋这6架直升机在接近原氏冰川丸号几百米的时候，被华夏直升机挡住了去路。双方就在空中这么僵持着，气氛看起来有些紧张。东洋方面空有2架武装直升机，虽然看起来面目狰狞凶悍，但却没有人下令开火。我是东洋海上防卫队少校深田雪乃，请你们立刻退回华夏临海线，不要干扰我方执行任务。下方是东洋客轮，如果引起国际纠纷，所有责任将由华夏承担。东洋直升机的广播响起，是个女人的声音，虽然语气冰冰冷冷，但用的居然是还算标准的华夏语。张元通在通讯器里说了一句：妈的，装什么逼，敢威胁老子就不让开，我看你敢不敢开火。不得不说，这时候华夏人的好战基因就被激发出来了。在场的所有特勤组战士内心深处就没有一个怯战的，一个个都巴不得东洋先开第1枪，这样咱们就算正当防卫了不是？双方又在空中僵持了5分钟，深田雪乃的声音才再度响起：东洋海上防卫队要保护东洋国民的安全，请华夏方面立刻让开通路，立刻让开通路，不要故意拖延。苏无忌看了江晚星一眼，笑着说道：放1架进来吧，当面杀杀这女人的气焰。于是1架直赴20，稍稍拉升，让开了去路。1架东洋直升机终于飞了进来，悬停在了甲板上方，垂下了一根机降索。一个接一个的东洋海上防卫队士兵滑下来，一共下来了8个人。最后一个降下来的是一个短发女人，军衔少校。想必这就是之前在直升机上广播的深田雪乃了。她的个头高挑，足有1.7米，手里抱着一把突击步枪。她戴着头盔和护目镜，脸上还有面罩，五官大部分被挡住，但从那护目镜之后的眉眼中还是能看出来，这个少校的长相应该不错，双眸深邃又明亮，犹如冬日里漂浮在湖面的碎冰。哪怕穿着作战服，深田雪乃这极为优异的身形也是丝毫遮挡不住。腰间的皮带勾勒出她那纤细又充满了柔韧性的腰肢，女性的柔美与军人的干练很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看着满地的尸体与鲜血，深田雪乃的眉头紧紧皱着。华夏特种兵在东洋客轮上大开杀戒，全员战备，全员战备。随着他这一声令下，另外7个防卫队员齐齐举起了手中的突击步枪。这是深田雪乃从军10年以来从未遭遇过的事情。这群华夏人疯了吗？这简直是屠了整整一艘船。苏无忌刚要说话，便感觉到江晚星拉了他一下，随后这姑娘主动走了上去。
我是华夏特种部队少校。经查，这艘袁氏冰川丸号是国际拐卖集团的大本营。我们在解救人质的时候，遭到了这些东洋犯罪分子的负隅顽抗。江晚星继续说道：所有顽抗者已经全部击毙，我们还会继续追查所有参与者和帮凶，东洋方面不得干涉，否则后果都由你们承担。你们击毙了好几十人，这是对我国公民生命的漠视，是对人权的践踏，居然还让我们来承担后果。申田学乃声音冰冷：至于是不是有人口拐卖存在，我们需要调查真相，不能只听信你们一方的解释。深田少校，你搞错了。苏无忌嘲讽一笑：这不是解释，而是通知。这是通知？我们击毙了你们几十人，勉为其难地通知你们一声。深田雪乃的眉头狠狠皱起。华夏方面一定要这么强势吗？苏无忌微微一笑，眼里金光大放。谁拦谁死。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起码有4架直负20的舱门机枪已经对准了船上8名东洋士兵的脑袋。只要苏无忌打个响指，深田学乃和他那些手下的身体就会被12.7毫米的机枪子弹无情撕碎。苏无忌和江晚星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势态度，让深田学乃感觉到有些憋闷和头疼。毕竟总不能真的下令让武装直升机开火吧。他冷冷说道：你说你们解救了人质，人质在哪里？苏无忌一招手，那7个姑娘都被带上来了。深田学乃一看到他们这满身伤痕，几乎一下子便猜到是怎么回事了，眉头立刻跳了跳。这些人质是在东洋客轮上解救的，那么此案也该由海上防卫队接管。我需要把所有人质带走问话。他的第一反应是，家丑不可外扬。关你屁事，东洋的2个人质你们可以带回去，其他国家的用不着你们操心。苏无忌冷笑道。深田学乃被苏无忌这句粗俗的话憋得有点上头，他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要暴走的心情，说道：我要和人质单独聊聊。不行。苏无忌斩钉截铁地拒绝。深田学乃拧眉反问：为什么？我信不过你们，万一在和你单独聊完之后，这人质得到了你们的授意，开始颠倒黑白怎么办呢？苏无忌说道：我们不会颠倒黑白的。一名东洋人质女孩也能听懂华夏语，主动说道：我知道，是华夏人救了我，你们是我这辈子的恩人。说罢，他和另外一个东洋姑娘一起对着苏无忌和江晚星深深鞠躬。由于他们的穿着比较清凉，这么一鞠躬，不该露的地方都露出来了。苏无忌直接扭头转脸没看一眼。他的这个举动也落在了江晚星和深田学乃的眼中。深田学乃摇了摇头，明显陷入了沉思之中。显然东洋人质都表现出这种态度了，这条船上的拐卖行为必然是要坐实了。你可以询问人质，但我方必须在场。苏无忌说道。深田学乃没有再坚持，点点头道：好。等深田学乃和几个人质全部聊完了之后，苏无忌才嘲讽地问道：深田少校，作为女人，你现在什么心情？是不是为本国出了这些败类而感觉到羞耻？深田学乃的声音仍旧冷冷：此案事关重大，我无法做决定，必须向上级汇报。苏无忌呵呵一笑：那你快点，我们还等着回去呢。深田学乃立刻走到一边去汇报了。而其他的几个人质女孩也纷纷走到苏无忌和江晚星的身边，连连道谢。过了好几分钟，得到了指示的深田学乃才走了回来。他说道：我接到了上级指示，这艘船上死的东洋人太多了，华夏一方不可以全部离开，
必须有人跟我们回去，全程配合调查。站在东阳的立场上，确实是该这么办。深田雪乃也不觉得自己的要求有任何过分的地方。其实在电话里，上级的原话更加过激，深田雪乃已经是用委婉的话语翻译了一遍了。然而江婉星听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不行。深田雪乃的声音清冷，这是东阳方面的底线要求，如果华夏这边不配合的话，我实在没法退让。刚刚和人质聊完之后，那几个姑娘的遭遇让同为女人的深田雪乃心情复杂。你不退让那就打的。苏无忌咧嘴一笑，他似乎早就期待这个场面了。江婉星则是直接当着东阳士兵的面对特勤组下达了命令，全员做好战斗准备。深田雪乃的态度似乎退让了一些，摇了摇头。我希望华夏能用认真慎重的态度对待此案。你们试想一下，如果一艘满载尸体的客轮开回东洋，将会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这对华夏也是极为不利的。而这个时候，深田雪乃的通讯器再度响了起来。他接通之后，里面传来了一道低沉的声音：深田少校，我是近藤静态。深田雪乃有些意外，立刻立正。近藤将军。这个近藤静态是海军防卫队的少将，也是这一支水面战斗群的总指挥。近藤静态说道：我刚刚已经和外交部门联系过了，原是冰川丸上的小山家族，是东洋商界的杰出代表，家主小山东郎更是东洋武道界的关键人物。华夏人害怕东洋武道振兴，想要掠夺小山家族的巨额财富，这才有预谋的安排特种部队血洗原氏冰川丸号。听了这句话，深田雪乃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苏无忌和江婉星，又看了看那些人质。他说道：可是现场有7名被解救的女性人质，我已经和他们聊过了。近藤静态的语气变得更冷了一些。深田少校，搞清楚你的身份，那些人质都是华夏提前找好的演员，你没有亲眼看到华夏特种兵解救人质，又怎么判断他们的话是真是假？听了这句话，深田雪乃的眼光一下子凝重了许多。他说道：近藤将军，我无法留下华夏人，我在出发前，松本舰长特意强调不要对华夏人开火。也不知道是不是认为苏无忌听不懂东洋语言，在打电话与上司交流的时候，深田雪乃并没有回避对方。是松本舰长的命令重要，还是我的命令重要？近藤静态的声量陡然提高。深田雪乃的眼光一闪，说道：请将军指示。你不需要对华夏人开火，只需要把那些当人质的演员都带回来。近藤静态沉声道：或者找机会把他们全部抹杀掉。深田雪乃从这句话里清楚地听出了灭口的意思。他立正，眼睛里掠过了一道狠光。是，请近藤将军放心。切断通话之后，深田雪乃走到了江婉星和苏无忌面前。我要和你们谈谈关于把人质带走的事情。我已经说了，东洋人质你们可以带走。江婉星冷冷说道：另外2国的人质和你们无关，不要多管闲事，更别想借这个理由挑起争端。深田雪乃看了苏无忌和江婉星一眼，道：此事极为重要，我必须要单独谈谈。江婉星说道：我提醒你，华夏方面不可能做出任何让步。然而苏无忌却伸手拦住了他，随后道：我和这个深田单独谈谈，你别跟进去，准备好带着所有人质撤离就行。深田雪乃敏锐地捕捉到了苏无忌所说的某个词，眼光一闪，没有插嘴。江婉星也听到了苏无忌所说的那一句所有人质，
他相信这绝对不是一时口误说错了话。以江晚星的性格，并不会多问乱问，他叮嘱了一句：“你多注意安全。”苏无忌满不在乎的一摆手：“嗨，我的安全没问题。就这东洋小娘们的小体格，我一拳头揍得她哭着回家找妈妈。”话音未落，两道冷光射来。苏无忌像是忘记了这个深田雪乃也是能听懂华夏语的。去顶层船舱。苏无忌说着，直接翻身上了3楼甲板。深田雪乃也一个小小助跑，单手抓住栏杆下沿，纤细柔韧的腰肢却爆发出了强大的核心力，一个拧腰直接翻了上去。这动作干脆利落，让江晚星来做也顶多是这个水平。看着两人的身形消失在3楼船舱，江晚星对通讯器说道：“保护好所有人质，随时准备撤离。”随后他指了指那2名东洋姑娘：“你们2个跟我过来，我有话要问你们。”于是江晚星便带着2个女孩走到了舱内，顺着楼梯直达顶层停机坪。由于深田雪乃不在现场，其余几个东洋士兵的级别不高，根本拿不了主意，只能一头雾水的在原地等待。在3楼舱室，苏无忌看着对面的女军官：“提出你的要求吧。”深田雪乃说道：“你们把所有人质都带走，包括东洋人质。”只不过说这话之前，他已经把身上的通讯器彻底关闭，哪怕同来的其他士兵们也无法从频道里听到深田雪乃的声音了。苏无忌微微一笑：“深田少校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能这么做吗？”他虽然听不见电话那端敬藤将军的到底说了什么，但其实已经猜到了大概，所以提前提醒了江晚星。深田雪乃的所有表情都隐藏在面罩之下，他说道：“我不想掩盖真相，更不想滥杀无辜。我如果把人质都带回去，那么他们根本见不到今晚的夕阳。”苏无忌的表情认真了些：“向你致敬，东洋军方能有这样的明白人可不多。”东洋高层明显想要通过对人质封口，把这件事情的恶劣影响降到最低，只是有点太不择手段了。深田雪乃冷淡地说道：“谢谢，不过你我立场不同，我不需要你的夸奖。”苏无忌说道：“我把人带走了，你到时候怎么交差？”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深田雪乃想了想，摘掉了头盔：“你下手轻点。”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苏无忌忽然觉得这个冷冰冰的东洋姑娘还有点意思，起码那一双暴露在外的眼睛，此刻明亮的像是太阳。舱室里正好有纸笔，他刷刷刷写了个号码：“如果以后遇到了解决不了的危险，记得打这个电话。”深田雪乃扫了一眼号码，却没接。“没有必要，这让我觉得我自己在勾结敌人，更何况我远在东洋本土，永远不可能找你帮忙。”苏无忌：“我和你不是敌人，和那些不善良的混蛋才是。”深田雪乃想沉思了一下，还是接过号码，看了2眼，便直接塞进嘴里吃掉了。苏无忌瞪圆了眼睛：“你怎么给吃了？”“这样自然犬。”深田雪乃的声音之中仍旧听不出什么情绪来。“我已经记住了。”他转过身，背对着苏无忌，又冷冷地叮嘱了一遍：“下手轻点。”砰！他的话音未落，脖颈上便遭受了重击。为了逼真一些，苏无忌并没有扶住晕过去的深田雪乃，而是眼睁睁看着后者一头栽倒在地。那脑袋和舱室地板重重相撞，闷响声让人心悸。苏无忌从深田雪乃的口袋里搜出了2条扎带，把他的双手和双脚全部捆了起来。
他随后走出了仓房，顺着走廊直接来到了顶层停机坪。直升机的螺旋桨已经开始转动，早就做好了起飞准备了。苏无忌跳上机舱，舱门立刻关闭。这架直升机带着所有人质升空，返航宁海。看到这架满载着人质的直升机升空，船上的东洋士兵终于反应过来，连忙去顶层舱房里寻找深田雪乃，根本顾不上拦截华夏直升机。当然，他们本来就不想拦截，哪怕华夏方面这次没有武装直升机一起出动，但那航母战斗群可不是吃素的。如果华夏真的有心引发冲突，那么这6架东洋直升机会很轻松地被舰载机和导弹追上。当华夏的直负20已经变成远空的黑点之时，被捆住手脚的深田雪乃才被找到。在几个小时后，华夏涉外部门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此案的追查结果，同时7名受伤的女性人质出境作证。华夏方面铁证如山，使得东洋的外交发言人根本无从解释，只能在新闻发布会上不断鞠躬道歉。一时间，国际上的谴责如同太平洋的滔天巨浪，一边倒地涌向东洋，恨不得光靠舆论就把这个岛国给拍碎。而各个国家的海关对于东洋货轮客轮的检查力度空前增大，一时间查出了多起走私案。对此，东洋各个部门实在是没什么办法。海上防卫队也受到了防卫大臣的严厉批评，而恼火的近藤敬太少将只能将怒火和责任归于负责临场指挥的深田雪乃身上。这位少校受到了纪律处分，被解除了行动队长职务。而本来前途无量的他，显然会因为这事儿让自己的人生道路被罩上了一层阴影。独自一人在仓房里反省了3天之后，深田雪乃的房门终于被敲响了。深田少校，近藤将军找你谈话。一名少尉说道。好。深田雪乃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又揉了揉疼痛未消的脖子，让他下手轻点，都过了3天了还那么疼，脑门都磕青了一大块，这个混蛋。这少尉见状忍不住地叮嘱了一句，深田少校，您多当心一些，近藤将军的心情不太好，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怪你。深田雪乃闻言点了点头，谢谢，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当同僚了。随后他走向近藤敬太的办公室，那名少尉一怔，随后立正，对着深田雪乃的背影敬了个礼。接下来的10分钟，近藤敬太对深田雪乃破口大骂，后者一声不吭，始终不给任何回应，似乎主动担下了所有责任。从少将办公室出来后，深田雪乃开始收拾行李，紧接着一架直升机送他离开了东向号直升机，驱逐舰飞向东洋本土的方向。深田少校是要去哪里？先前的那名少尉问道。难道是要离开现役，脱掉军装？旁边站着的是近藤敬太的前任秘书，现在接替了深田雪乃的队长位置，军衔也是少校。他小声说道，据说是去海上幕僚监部接受审查。那少尉深吸了一口气，差点惊呼出来。海上幕僚监部接受审查，那岂不是？少校点点头。如果坐实了深田少校的罪名，极有可能会被判刑。少尉明显愤愤不平。他是被华夏人偷袭给打晕的，这有什么好判刑的？那些将军老爷们自己不敢对华夏开火，却把怒火迁怒于一个少校身上，真不是男人所为。
这3、4天时间，苏无忌基本都待在宁海。主要是窝在许家烟的房间里，看看能不能对那个 S 级调查官瑞特森守株待兔。江晚星忙得脚不沾地，偶尔会和苏无忌打个电话，聊一下案情进展。至于许家烟，此刻刚刚洗完了澡，正站在苏无忌的对面擦着头发。他的身上只围着一条浴巾，勉强遮住胸口和大腿根儿，大片大片的白光暴露在外，撩人的不行。今天从宁海的海关揪出了2个小山良界的内应。江晚星又打电话来了，这样的人真该把牢底坐穿。苏无忌把目光从许家烟的身上收回来，眯了眯眼睛。每次都能顺顺当当的完成走私偷渡，说不定内应还不止2个。江晚星说道。案件已经移交给宁海特勤组了，我会让他们继续深挖的。他话锋一转，我总觉得那个东洋的海军少校可能会被防卫队高层迁怒。那妹子长得挺漂亮的，苏无忌说道。虽然一开始表现得有点讨厌，但没想到心地还挺善良。他知道深田雪乃肯定会受到处分和打压，毕竟是当时的行动队长，往小了说是现场指挥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往大了讲则是有通敌卖国之嫌。希望深田雪乃没事吧，我们暂时也帮不上他。江晚星提起这事儿就有点遗憾，他已经托东洋的关系去打听深田雪乃的消息了，但由于海上防卫队对此事的保密级别较高，所以一时半会儿还没有结果。对了，我今晚就回首都了。江晚星说道。那个5星猎杀者武藤中一目前还没有消息，不知道还会不会在灵州现身。白旭阳现在天天缩在老宅院子里不出来。苏无忌说道。白家这方面的关系还比较过硬，给他们点时间应该能找出来真相。我是在担心你。江晚星无奈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笨蛋非要自己说的这么明白吗？苏无忌一愣。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武藤中一放置的炸弹是被你破坏的，他第一次指挥卡车司机撞击白旭阳，也是因为你在场才没成功。江晚星说着，语气凝重了几分。我让专家对此人进行了心理侧写，专家们都认为在武藤中一第3次对白旭阳动手之前，肯定会先找上你的。那真是吓死人了。苏无忌哈哈一笑。那我能不能向绝密作训处提的申请，让江少校来亲自保护我？苏无忌本是随口开了一句玩笑，却没想到江晚星居然很认真地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回去我就向处长说明这事儿，他要是敢不批，我就……哎，别，我就是开玩笑的。听到江晚星有些上头了，苏无忌连忙阻止。江晚星接着说道：行了，我挂了啊，你早点睡觉。这才7点，睡那么早干什么？苏无忌倒是没有拖泥带水，吐槽了一句，直接挂断。电话那边，江晚星也习惯了苏无忌的说话方式，但是旁边一个女人却替他打抱不平。江晚星，你说说，你是不是蠢啊？脸长得这么漂亮，屁股更漂亮，怎么就拿不下这个小男人呢？这是放千雪的声音，她正在收拾行李，准备跟着江晚星一起回首都。本来到了灵州谈生意，想要趁机见上苏无忌一面，结果江晚星和苏无忌直接去国外打了一场，弄得方千雪到现在都还没见到未来的外甥女婿。方千雪，你屁股比我的还漂亮，你到现在不也没有男人吗？江晚星没好气地说道。每次都显得你经验很丰富的样子。我在说你，你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方千雪恨铁不成钢。你说说你，白旭阳舔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愿意要，现在非要找一个对你爱答不理的。你在宁海办了3天案子，他都没有提过来看你一次啊。
真是急死人了。江晚星却微笑着说道：“他肯定有他要忙的事情，你不懂。”行，我不懂，就你懂。方千雪跺了跺脚：“改天我非得找这个小苏单独谈谈不可。”江晚星说道：“方千雪，你要是敢背着我偷偷去干这种事儿，信不信我告诉苏无忌，就说我小姨暗恋他？”方千雪差点被自己的好侄女给气晕了过去。然而等她拎着箱子气呼呼地下了楼，却发现酒店门口已经停着一台商务车了。一个身穿旗袍的女人和一个身高2米多的保镖正站在车门旁边。方千雪的目光顿时落在了那旗袍女人的身上，忍不住地说了一句：“乖乖，这姐们是极品啊，这2条大腿简直能要男人的命。”她正想拉着江晚星议论议论对方的腿，结果却看到外甥女的眼睛陡然爆发出了惊喜的光芒。“小袍萧经理，你们怎么来了？”江晚星问道。萧英磊轻笑道：“江小姐，老板特地吩咐我，让我和小庞护送你去机场。”江晚星立刻眉开眼笑，但推辞道：“不用，我们也有车送。萧经理，你和小庞快回去吧，说不定无忌那边还需要你们帮忙。”方千雪的眼睛里满是八卦之意，但却抱胸站在一旁冷笑，心中哼哼：“江晚星，看看你那不值钱的笑，你都快要到天上去了。”萧英磊说道：“江小姐请放心，老板那边暂时不需要我们。”小庞详细补充：“老板正和许小姐待在一起，我们去了会打扰到她的好事。”江晚星的笑容微微凝固了一下。方千雪也有些懵逼，她经常被男人追，看似经验丰富，但也看不明白苏无忌现在的操作，让手下送一个女人去机场，自己亲自去陪另外一个女人，这是在广撒网吗？萧银磊尴尬之极，踩了小庞一脚，连忙解释：“江小姐，你别听小庞胡说，老板是去调查和雷蒙情报局有关的案子了，那位许小姐就是案件的当事人。对了，这个雷蒙情报局，想必您应该也听说过。”当雷蒙情报局这个词语从萧英磊的口中说出来之后，江晚星的表情一下子生动了起来。之前对苏无忌身份的怀疑，在这一刻全都豁然开朗。江晚星的笑容灿烂，在心中轻轻说了一句：“你好呀，暗影天王。”